他昨天刚给公司签了个大单，第二天就被人事通知开除。正当领导担心他会来闹事时，男人却开心的在工位上收拾起了东西。5万赔偿款已经到账了，有了预坠空间，大城市我也不混了。原来男人是典型的996牛马。前几日他意外发现爷爷留下的玉坠有神力，而他不仅因此得到了一个系统空间，甚至还有一次穿越到70年代的机会。于是他在离职后立马回到了农村老家，目的就是要探寻玉坠背后的秘密。小峰啊，你咋这个时节回来了？是不是出啥事了？三奶奶您放心，我没遇到啥事，就是不想在魔都待了，想回冀省工作。那行，回冀省也好，魔都那老远，想回家都难。你和你三爷爷先在屋里说会话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李峰随即走进了堂屋，他看到三爷爷此时正叼着旱烟。魔都的工作是不是黄了？您咋知道的？还我咋知道的？按你小子的习性，就算想回冀省工作，也要等到过年那会才会回来。你蒙得过你三奶奶，还蒙得过我？回来也好，最起码冀省的消费要比魔都低不少。你过完年后去冀省好好找工作，等工作确定以后，我让你三奶奶找人给你说门亲事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们家还要靠你开枝散叶了。等工作稳定后再说吧。正当两人聊得起劲的时候，三奶奶将饭菜一个个端上了桌。三爷爷、三奶奶，我准备去一个朋友那工作，离得还挺远，今后可能就不常过来了。万一哪天突然穿越了，找不见我人，他们又该担心了。行吧，想过来时随时都可以过来，一会我和三爷爷一起去你家，给你收拾收拾屋子。不用了，三奶奶，我可能就在家里住几天，如果朋友那边有合适的房子租，我就搬到那边住了。一会我还得先去囤物资，时间紧，任务重呢。好吧，反正之前我和你三奶奶也会时不时的去你那打扫家里，既然你事情多，我们就不多打扰你了。说什么呢，三爷爷，哪里打扰了？是我不想再劳烦你们了，而且我一个年轻人，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几人吃完午饭后，李峰便马不停蹄地跑去市场大肆购物。之前他就发现玉坠空间不仅有修炼功力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可以放无限物资的储物间。直到晚上8点，李峰才将买到的所有物资都放到了空间里。能买的动植物都买了，果树苗和种子也有了，再加上该备的药品、处方药和基本的现代电子产品，无论穿越到哪个年代，我都将是大神。李峰回到房间后，在电脑上下载了近50年所有的军用和民用技术，随后便一股脑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到了第二天午饭前，他提着一堆东西就往三爷爷家走去。你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，就显得你钱多？嗨，这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，这里面还有些是我朋友送的，您就安心收着吧。三奶奶，我饿了，您给我做点吃的呗。等着，我正在做了，一会就能吃饭了。还是老太太疼我。三爷爷，我朋友送了我一盒好茶叶，等会吃完饭您试一试我的手艺咋样？真的有好茶叶，可不能骗老头子我。我哪敢，我保证是好茶叶。别聊了，先吃饭，等吃完饭就让小峰给咱老两口泡茶喝。几人吃完饭后，三爷爷把他的宝贝茶具拿了出来。今天就用这个煮茶，你小子到底行不行？可别糟蹋了好茶叶。您老两口就放心吧，保证让您喝完一杯，想喝第二杯。这可是我从空间里提取的仙露，正常人服用可以强身健体、增长力气，要是修行者则可以加速修行速度，增长修为实力。这还不能让您二老满意。切，那我们老两口就等着你了。李峰随即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柄普洱，然后又从背包取出一大瓶稀释过的仙露。好茶还要用好水。你就是狗长犄角，净整些洋事。随着小泥炉被点燃，稀释过的鲜露和茶叶的香味，两者融合后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香气。好家伙，这茶是真的香，比我以前喝的茶杯强了不知多少倍。小峰好了没？这光闻不喝不难受吗？马上就好了，再等一会就可以喝了。正当几人等得快要不耐烦的时候，这壶茶总算是煮好了。李峰先给二老各自倒了一杯，三爷爷赶紧端起杯子仰头干掉。老头子，你还别说，这茶喝完全身通透，身上暖洋洋的。小峰啊，这普洱也不过是老茶而已，根本就没这好的效果。这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？不愧是茶道高手，一下子就点破了关键所在。这水就是我朋友送给我的，我哪还有几瓶？等会就给您拿过来。那是，我喝过的茶比你吃的饭都多。李峰随即继续煮茶，当喝完第3壶茶后，老两口便睡觉了，而李峰则离开了三爷爷家。这时天空忽然传来几声雷鸣，一阵巨大的吸引力体很快便把李峰给卷走了。
这是强行让我穿越了吗？我还没搞清玉坠的来历呢，也不知道这样穿越会不会遇到危险。这是在1974年，原身竟然也叫李峰，今年18岁，高中刚刚毕业。原身作为老李家的唯一的男孩，从小就没吃什么苦，两位亲姐姐对他也十分的好。而原身在得知二姐要替自己下乡时，便自作主张偷了户口本报名去了，没想到又突然发起了高烧，这才让我钻了空子穿越而来。没想到这原身还挺爷们，知道不让姐姐替他下乡。哥们，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，我向你保证，一定孝顺你的父母，善待你的2个姐姐，不让他们受到伤害。他早上发烧直逼40度，中午就独自开垦了500亩荒地，而父母不仅不劝他休息，还拿2个窝头就打发男人午饭。你既然病好了，我和你二姐就去上班了，家里剩下2窝头，你先将就着吃吧。你们赶紧走吧，要不然真不赶趟了。这仙露果然好用，不仅原主的身体完全恢复了，精力也是之前的好几倍。原来男人是带着空间转世而来，前身为了不让二姐替自己下乡，独自跑到知青办报名，却发了高烧。在生死一刻时，男人占据了宿主身体，他发誓要继续发扬前身的美好品德。虽然我可以直接吃空间里储存的食物，但为了避免他们怀疑，这2窝头我也吃了吧。李峰吃过午饭后，用意识在空间里忙活。他把上午开垦好的荒地都种上了作物，又把晚饭的准备工作做完，然后就躺在床上沉沉睡去。随着下班时间的到来，二姐最先踏入家门。小弟要不要姐姐教你做饭？马上就要下乡了，学会做饭以后省去很多麻烦。二姐，你是怎么了？你不是要教我做饭的吗？咋还不说话了？小弟，现在只要一想到你就要下乡了，我就忍不住想哭，我舍不得你。我的二姐啊，你快别哭了，我离下乡没多久了，你可一定要教会我做饭呀！万一我去知青点和别人处不好关系，不会独立做饭，那可怎么办？那我不哭了，你先看着我怎么做饭的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，我保证你下乡前学会做饭。经过2人的共同努力，晚饭在李父李母刚到家的时候做好了。今天的晚饭，小弟也下手做了，爸妈，你们尝尝看小弟的手艺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小峰第一次下厨做的这菜还挺不错，继续跟你二姐多学学，你就可以出师了。吃完饭后，几人忙着收拾碗筷。这时李母听到敲门声，便走了过去。哎呀，你们俩怎么把平平安安带过来了？这天气又不好，万一生病了怎么办？爸，今天我去知青办去找我那个朋友了，给他说了小峰下乡的事。要不是时间赶得巧，给加到今年最后一趟去东北的知青队伍里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是怎么回事？今年的知青下乡主要有2个去处，一个是大西北，一个是东北。别看都是北方，可环境是天差地别，一个风沙漫天，一个是拥有黑土地的大平原。李峰在报名下乡的时候，刚好分到去东北的尾巴上，只差几名知青，去东北的人员就满编了。接下来再报名下乡的知青就会全部去大西北插队。强子啊，小峰真是运气好，赶上了去东北的末班车，可不能把别人家的孩子跟小峰换位置。爸，我是啥样的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别人换没换我不知道，但小峰真是运气好。那就行，只要咱们家做事问心无愧，就啥也不怕。强子啊，那小峰什么时候出发去东北？这个时节去东北要准备一些啥东西？这个时节的东北已经开始下雪了，小峰要赶在大雪封山前去东北，估计最多不超过5天就要走。咱们先要给小峰准备过冬的衣服被褥，至于其他季节的衣服，等开春以后再寄过去就行。被褥可以带我现在用的，棉袄就要辛苦妈帮我做一件厚实的，可以穿着出门。我还有一件棉袄是去年做的，可以在家猫冬穿。做件衣服有啥辛苦的？不过你现在去东北又不能上工，粮食肯定不会太多。孩子他爸粮票，你把家里攒的粮票去换成全国粮票，让小峰带着以防万一。那我给小弟准备一个饭盒和一个水壶吧，我明天上班就去把这2样东西买了。我作为大姐，也给小峰准备了一份礼物，是一套毛衣毛裤。要不说小弟运气好，这套毛衣毛裤我刚织好，等明天我就给你拿过来。那可是我求了媳妇大半年才答应给我织的一套，本想留到过年穿的，这下好了，便宜小舅子了。大姐，那毛衣毛裤不会是给我姐夫织的吧？要是那样我就不能收了，还是留给姐夫穿吧。我给你，你就收着就行。你姐夫那我再重新给他织一套不就行了？对啊，小峰，现在先以你为主，你大姐都答应再给我织一套了，你就放心收下就行。行了，这事就这么着了。还有你臭小子，下乡以后有一件事你必须答应我，就是不准在乡下结婚。等过2年，我想办法把你从乡下调回来。我保证不在乡下结婚。等会儿我和贺强再去黑市换一些通用票据，你到时候都拿上。是吗？我也想去看一看，行吗？那就一起去吧，去见识一下也好。要是下乡以后遇到难处，去黑市也不会被骗。等会别睡太死，咱们要等到后半夜再去黑市。李峰闻言连忙点头，随后几人又闲聊了几句，便都回屋睡觉了。等到深夜12点左右，李父3人悄悄出了门，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个院门口，门外站着一个蒙着脸的壮汉。买还是卖？买， 1人1毛。
李富将3张毛票递给了壮汉，三人随即进了院门，而贺强打算和李富分头行动，李峰则跟着李富来到了一个僻静地方，他们前面就站着一个票贩子。有全国粮票吗？用装饰的票换。装饰的1斤票只能换7两全国票，能再加点吗？老哥，这几天有不少人都是为孩子下乡来换票的，我定的价格真不高，这是老哥来得早，要不然我手里的票早就换完了。这里有30斤的装饰票，你点一点。收您30斤装饰票，换给您21斤全国票，您也点一点。李富接过票贩子递过来的粮票，便带着李峰和贺强会合后离开了黑市。他刚在黑市挣了2000块，回家却跟月薪20的父母要起了钱，而站在一旁的二姐看着他鼓囊囊的酷斗，非但没有任何怀疑，甚至还将自己所有积蓄都给了他。李峰，这里是我的一片心意，你可别嫌少。我怎么会嫌少？这可是二姐对弟弟的关爱。我这里还问亲戚家借了点，你到了那边可得照顾好自己。妈，你们给我的钱已经有240多块钱，这就不少了。再说下乡的地方还不知道是啥情况，钱带多了真不见得是好事。我这在黑市卖手表的钱还有2000块呢，现在收家里人的钱主要是不想让他们担心。那行吧，去了那边缺钱再跟家里说。原来男人准备代替二姐下乡，一家人这才开始为他筹备钱和粮票。正当几人继续讨论下乡一事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哀嚎。这是刘婶在叫呢。原本刘婶将刘老二的下乡名额偷偷换成了老大，没想到刘老大又自己去知青办改了回来，现在刘老二又不得不自己去下乡了。那刘婶能依刘老大？刘老大又不傻，他早就向厂里申请了，支援3线工作，当天就去外地了。今天一大早，知青办就派人来说，让刘老二今天下乡。那刘婶还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那是他们家活该。算了，别管他刘家。红梅、秀兰，你俩帮小峰检查一下行李，别落下什么东西。我去给小峰准备一点干粮，好在火车上吃。一家人帮李峰收拾好行李后，随即一同前往了火车站。李峰把交支单交给工作人员后，然后就坐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。小峰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，到了那边要记得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。我记住了，你们在家也要保重身体。大姐有时间多回家看看，二姐照顾好爸妈。我走了，你们快回去吧，记得保重身体。回去吧，雄鹰总要展翅高飞的。我们要相信小峰，他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李峰平复完离别情绪后，才注意到自己身边已经坐满了知青。这时，大家一同做起了自我介绍。我叫刘文，来自京城，要去辽省沈氏康县的东方公社。我叫高启明，来自南省商市，要去的也是康县，不过是向阳公社。我叫李峰，来自刚才的城市，要去的同样是康县，公社是红旗公社。我叫赵斌，来自京市，也是康县，要去红旗公社。我叫周涛，这位是我妹妹叫周杰，我们来自京市，和你们一样是康县，要去红旗公社。都快1点钟了，你们去餐车吗？我就不去了，我妈给我准备了干粮，一会我去打杯热水回来。随即李峰起身去打热水，他找了一会都没找到地方，直到发现一位女孩端着热水从他身边经过。这位同志，打扰一下，你这热水是从哪打的？我刚才找了半天都没找到。往前面再走一个车厢，在餐车车厢的前面，你到那就能看见了。李峰谢过后继续往前走，这才找到了打热水的地方。这时一名中年妇女来到他的身边。这位小同志，你能不能让我先打水呀？我家有一个小孩子需要泡奶粉喝，太感谢您了，小同志。李峰打完水后就回到了座位，这时正好到了午饭时间，众人打开行李取出食物，等全部吃完，几个知青坐在一块又觉得无聊起来。咱们这些人当中，除了我和李知青以外，你们都是京市人，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关于京市的一些事情和景点，比如长城、紫禁城什么的？对呀，我可是一直有一个梦想，想去京市见识一下。正好你们都是京市人，给我俩讲一下京市的风土人情呗。行，反正咱们还要坐很久的车，那我就先给大家说一下，要是有什么遗漏，赵知青还有2位高知青，你们得给我补充一下。刘文这一讲就是2个小时，期间赵斌和高氏兄妹负责补充，而李峰也在讲解中对京市有了不少了解。这时他发现刘文似乎有些疲惫了。谢谢大家给我俩讲解了这么多的京市见闻，咱们在一起的时间还有很多，接下来就让刘知青休息一下，等空了再给我俩讲解。我早就有点累了，又不好意思停下来，还好李知青给我解了围。刘知青，你为我俩讲那么多话，我就去帮你打杯水吧，正好我走动走动。那个李知青，要不我去吧？没事，等下次你再去。说完，李峰就往打水点走去。等打好热水后，他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那位带孩子的中年妇女。这小孩可真乖，在火车上这么久了，居然不哭不闹，一心睡觉，还真让他父母省心。那个孩子伸在衣服外面的手，从始至终都没有抓握的动作。据我了解，不论小孩子睡多沉，他的手脚都会有不自然的活动一下，可这个小孩显然没有。李峰边想边回到了座位。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后，他小心地从座位上起身，朝着那名抱孩子的中年妇女走去。小孩已经安静这么久了，要想知道是不是昏睡，我得找个女知青配合一下。小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都找你半天了，快跟我回去。那孩子有问题，先跟我走。女知青听清李峰说的话后，也就顺从地跟着走了。等走过一节车厢后，李峰才松开女知青的胳膊。
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同志，想必你也看出来了，那小孩子的异样。现在我有个想法需要你配合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你先说给我听一听，如果可行的话，我就配合你；如果不行，我就准备去找程安。那行，我的计划是，等会我把你撞倒在那孩子身边，你要趁乱掐那孩子一把，看看那孩子到底是个什么状况。你居然能想到这么狠毒的办法！他刚看上了一个女孩，下一秒就拉起她的手向无人角落奔去，而女孩不仅不反抗，甚至还要给男人抱个孩子。一切都是为了孩子，如果你能想到其他办法，我就听你的。那就试一下吧，离下一站停车没多长时间了，我刚才看到他们在整理行李。原来李峰在下乡的火车上遇到了人贩子，于是他找到之前偶遇的女知青，准备自导自演一部戏码。两人在商量完后，朝着那对夫妻的位置走去。等女知青将要靠近的时候，李峰快走几步，用肩膀撞了一下她。女知青顺势倒向孩子的方向。不好意思啊，两位，我替我妹妹向您二位道歉。你妹妹怎么搞的？走路不长眼睛的吗？实在是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算我们倒霉，下次走路小心点。李峰见状，赶紧拉着女知青离开。两人边走边找程安，很快他们就发现了目标。你们两个小年轻胆子真大，以后遇到这种事先和我们报告，千万别私下动手，万一有人受伤可就不好了。是，下次一定先报告程安。那对夫妻好像要下车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还真有点不好办，就怕他们拿孩子当人质。孩子是他们的护身符，要是孩子不在他们手上不就行了？还未等两名程安反应过来，李峰就快步走到那夫妻俩面前。只见他深鞠一躬，为刚才的事表示抱歉。在夫妻俩还未反应过来时，李峰立马抱上孩子就往程安这边狂奔而来。夫妻俩随即也起身追逐，但没一会就被程安抓了起来。大家都不要慌，我们现在抓的这两人可能是人贩子，请大家到原位坐好，等会有工作人员前来问话，希望大家能配合我们的工作。程安同志，车上有卫生员吗？我之前掐了下这孩子，但没哭没闹也没醒，所以肯定是被喂了药。小刘，把这两人的行李带到值班室去，顺便让卫生员过来看一下这孩子。我先把这两人关起来再说，你们俩就先抱着这小孩在餐车里等一会，等我忙完再过来和你们录笔录。李峰闻言只好抱着小孩和女知青在餐车内等候。他见气氛有些尴尬，便开始主动起来。同志你好，我叫李峰，来自城市，去沈氏康县的红旗公社插队。我叫杨幂，来自京市，和你一样也是去红旗公社。这位女知青和前世的某个大明星有9分相似，也是一双狐狸眼和一口小奶音。怎么，我的名字有什么不对吗？没有，你的名字很好听。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就是单纯的觉得你的名字好听。别说了，我又没怪罪你，以后说话注意点，别人可不会像我这么善解人意，换了别人都会报警安抓你。是，下次一定注意。就在两人闲聊时，刘承安带着卫生员钱大夫走了过来。钱大夫就是这个小孩，您给看看要紧不？体征还算稳定，就是被喂了迷药，等药效过了就会醒。不过我建议送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，要保险一些。你们很不错，我刚才都听小刘讲了你们救人的过程，胆大心细是做医生的好苗子。你们别在意，钱大夫很少这么夸人。刘承安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了不？你们还要等一会儿，等赵叔回来后听他的指示，我先跟你们做下笔录。刘承安随即对两人做起了笔录。刚结束，赵承安就来到了餐车。已经查明了，那对夫妻就是人贩子，孩子是他们从别处卖的。经过和沈氏景安的沟通，这个孩子得交给沈氏的景安，他的家人已经找到了。这个孩子的身份不普通，为了避免给他们带来麻烦，还是不要说了。那就好，如果没其他什么事，这孩子就交给你们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孩子还要麻烦你俩再照顾一段时间，我专门腾空一间卧铺给你俩带孩子，一些小孩子用的东西也给你们放进去了。为了表彰你们的见义勇为，列车还会给你们提供所有饭食。李峰和杨幂对视一眼后点了点头，两人随即回到各自座位收拾行李。等李峰来到卧铺车厢时，杨幂此时已经坐在那里开始哄孩子了。你快来看一看他，我都哄半天了。这小家伙是饿了，我去给他泡一瓶奶。李峰把奶粉往奶瓶倒了一些后，就拿着奶瓶去餐车了。等他回来时，看到钱大夫也在这里。我听小刘说孩子醒了，就过来给他再检查一下。等会这小家伙会由赵承安带出去和他的亲戚见面，你们俩就不要掺和进去，要不然你们会有大麻烦。难道我们救人就错了吗？为什么做好事还怕被人报复？救人本就没错，只是这个小孩身份不同罢了。钱大夫也是为了我们好，不愿意我们卷进危险当中。火车离沈氏站越来越近，赵承安这时也过来抱走了孩子。等火车停稳以后，李峰看到窗外有一群人不停哭喊，直到一个妇女带走孩子后，赵承安才回到了火车上。我先从个人的方面向你们表示感谢，经过这件事以后，我肯定会有一些升迁，而对你们的奖励有2个方案，一个是孩子的家人可以帮你们的家人获得一个正式工的指标，另一个是给你们下乡的公社写个感谢信。我们都选择感谢信。赵承安点头后转身离去，李峰却突然追了上去。等他回来后，只见杨幂满脸好奇。没什么事，就是问了一下咱俩还有没有额外的奖励。你掉钱眼了啦？抓个人贩子还想有钱奖励你不成？
难道我会告诉你，我是拜托赵成安让我和你分到同一个村？这件事可打死也不能说。他刚认识女孩就要带她去酒店，而女孩不仅很快同意，还主动支付了房费，甚至要再拉另一个女孩同住。男人见状顿时像打了鸡血，提上3个人的行李就往房间奔去。2个女孩也没有不好意思，跟着男人便来到了房间门口。那个房我之前就开好了，是2间双床房，我和周杰住这间，你在隔壁等周涛来吧。好，咱们都是第一次在外面住，有什么事大家都相互照顾着点。原来他们坐火车到站后，由于天色已黑，便只能先在招待所将就一晚，而周涛也很快就回到了房间。那个周知青，刚才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看他们几人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，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？道号，那个杨知青来招待所后，本来想订2间单人间，结果有一位女生想跟他一起住，但是杨幂没同意，结果那位女知青就开始给他扣帽子，说杨知青不团结，是大小姐风范。听到这话，杨幂一点也忍不了，毕竟2人不认识，要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算谁的？这时我妹妹周杰正好到了招待所，听到2人争吵，便主动提出和杨幂住一起，3拉也就被跟着分配了。难怪杨幂一路都臭着脸，任谁遇到这种无赖的人都会生气。他们又闲聊了一会，随即叫上隔壁2人一同去吃饭。正当几人走到招待所门口时，一个女知青朝他们跑了过来。对不起了2位知青，刚才在招待所是我的错，希望你们能原谅我。你的道歉我收到了，麻烦你让一下，我们要去吃饭了。谢谢你们能原谅我，那你们能让我去和你们住一晚吗？我可以打地铺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住不下，你去问下别人吧，会有讲团结的人收留你的。李峰一行人很快便吃完了晚饭，几人紧接着就回房休息。到了第2天早晨，他们搭上了下乡的汽车，汽车开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带着知青们来到了红旗公社。等李峰等人下车后，就见有个工作人员拿着名单念了起来：李峰、杨幂、周涛、周简、王刚、赵文，以上6位知青，你们将前往团结屯。看来赵成安是真的给力，我也不用和杨幂分开了。真的和那小子分到一个地方了。团结屯的负责人还要等一会才能到，你们再等一会。那咱们可惨了，团结屯肯定离公社最远，那条件也不会太好，咱们就做好吃苦的准备吧。正当李峰想安慰几人时，一辆拖拉机开到了他们的面前。咱们可能要走大运了。你们是去团结屯下乡的知青吗？咱们是真的走运，没想到团结屯居然有拖拉街，这下我们以后可就能少吃不少苦了。要不等咱们到村里看一下，你再说刚才的话，我怕这是在出什么变故。随即几人坐上拖拉机去往团结屯。经过半小时的路程，拖拉机停在了一个大院门前。王知青在吗？新来的知青已经到了。大队长辛苦了，我先去安顿他们，等会我再带他们去大队部。行，你把一些常识和规矩告诉他们，免得惹一些麻烦。那我就先走，等会大队部见。你们好，我叫王明，来自乡省，到团结屯下乡已经有3年了，现在负责知青院男知青的一些管理。大家面前的房子就是专门给知青居住的。王知青，这房子是给我们住的，我听别人说知青不都是住大通铺的吗？怎么我们住就住上单间了？这也就是在团结屯，如果换其他地方，你们就只能大通铺了。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知青院，你们面前的房子有没有上锁的屋子？男知青可以选择入住，女知青居住的房子在后院，同样是选择没锁的屋子就行。知青院有一条规定，男知青不能随便到后院来，女知青也有管理员，但他在村里的小学教书，等晚一点再介绍大家认识。李峰等人参观完屋子后，又大致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。各位知青，你们可以去选屋子了，等会还要去大队部。杨知青，你和周知青先选屋子吧，选好以后，我们几个帮你俩把行李搬过去。杨幂和周杰随即选了相邻的2间屋子，李峰和其他男知青帮他们办完行李后，也各自开始选起了自己的屋子。而李峰在挑了一间后，找到了王知青。王知青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峰，来自冀上，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我知道都可以告诉你。咱们知青院除我们，还有多少知青？现在好像也没农活了，怎么没见到其他人？我们知青院现在还有8位老知青，有6名知青在村里的小学教书，还有2名在办回城手续，过2天就回城了。那你们除了去学校教书以外，平时还需要干农活吗？我们在学校教书也会有工分，除了夏收和秋收，其他时候都不用下地。对了，咱村大队长叫徐建军，是军人转业回乡，他爹就是村长，村会计叫刘长春，等会去大队部你们都会见面的。这时其余知青都走了过来，王明见人齐后便开始吩咐：你们来的时间刚好能闲，没能上工也就没有工分，等会去大队部，你们每人都可以分到1个月的口粮，剩下的缺口你们就只能向村里买粮了。行了，咱们现在去大队部吧。王明带着知青们来到了大队部，大队长见状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，李峰等人签完字后，刘会计便带着他们去称粮食。爹，您看今年来的几个知青怎么样？其他人不太清楚，这个李知青一看就是一个聪明孩子，之前还有人传话让咱们照顾一下他和另外一个女知青。刘会计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的粮仓，随即他拿出了登记簿。你们要买多少粮食，现在就可以交钱登记了，你们谁先来？刘叔，您比较有经验，能不能指点一下我们该买多少粮食？你们知青的口粮要准备到明年夏收，我建议你们不要一次性买太多，等粮食吃完再来买也行。刘叔，我要买100斤的粮食，您看一看多少钱？
请，100斤粮食是分粗粮和细粮，粗粮占6成，细粮占4成。粗粮是土豆和红薯，细粮有小麦和玉米，你可以搭配着买。那粗粮我要40斤土豆，20斤红薯，细粮就小麦和玉米各一半，一共多少钱？我现在就可以交钱。根据你买粮的种类，100斤粮食一共15块。你准备了装粮食的口袋了吗？要是没有，就要多加3毛钱。接过钱的刘会计没有找零给李峰，而是把零钱换成了粮食。刘叔，我也买100斤粮食，就和李知青一样就行。你也把口袋钱加上。我和周杰一样，一人100斤。赵文和王刚则没有买粮食，而是只拿了1个月免费的30斤，因为没多重，2人背着就走了。但李峰4人差不多有400斤。正当众人犯难的时候，王明推着板车过来了。李峰等人看到王明推来板车，很是开心，随即几人就将粮食全部运回了知青院。而李峰在帮杨幂把粮食搬到屋子后，偷偷递给了他一把锁。现在粮食放在屋里了，出门记得锁门。王知青，我想添点桌椅板凳之类的家具，村里有地方可以换吗？有的，村里有一位木匠以做家具为生，要不我带你们去看一看。要不说王知青是及时雨了，你今天可帮我们大忙了。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一座院子外。刘大爷在家吗？我是知青院的王明。是王知青来了，你们是有什么事吗？刘大爷，这几位是今天刚来的知青，他们想在你家换一些家具。所有的家具都在这了，你们看上什么直接和我说。大爷，我需要1张炕桌，2个木箱，1个衣柜，炕席1张，小凳子2个，木盆1个，背篓2个，水桶1个。刘大爷，把他说的东西给我们也来一套。你还真是省心，我是摸着石头过河，你们是摸着我过河。请，每人7块钱，家具等会就送到知青大院。每个人都给了钱后，随即便回到了知青大院。李峰一行人回到大院后，看到一个年轻人正蹲在大院门口。我听大队长说，你们有知青需要柴火，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？确定好可以和我好把柴火给你们运过来。这位大哥，你稍等一下，我们商量一下，马上告诉你结果。我和王刚商量好了，我俩决定住一个屋，所以柴火就按缘分准备。我和周姐也住一个屋。你俩住一起，相互还有个照应，挺不错的。我这么大个，我和周涛就1人1屋吧。大哥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你给我们准备4人份的过冬柴火，你需要多久才能准备好？不用多久，2天就可以准备好。我现在回去先给你们拖2车柴火过来，你们先用着，等柴火都备齐后，你们再给我钱就行。他叫刘铁柱，前2年他父亲重病去世了。去年他母亲在上山采野菜的时候，不小心从山上滚下来，摔成瘫痪。本就不富裕的家庭，一下子又雪上加霜。大队长见他老实能干还孝顺，就把给你们准备柴火的事交给了他，所以你们放心就行，他不会偷奸耍滑的。李峰等人闻言连连点头，他们自然不会怀疑大队长的眼光。王明见天色已晚，就招呼众人开始做晚饭。这时去小学教书的5位知青回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刚来的知青，叫李峰，来自冀上。你好，欢迎你来团结屯下乡，我叫孙晴，是女知青管理员。你们这是在做晚饭吗？对，刘铁柱说要送一些柴火过来，我现在去门口看下他人来了没有。你可以先去柴房拿一些用，过后补上就行。李峰随即去柴房取了柴火，在众人一起配合做好晚饭后，便坐在桌前吃了起来。我先介绍一下，3位女知青分别是孙晴、赵磊、切梅，而3位男知青就是我，钱建设、郑军。我们是同一批下乡知青，在团结屯已经生活了3年。另外还有2位男知青现在正办回城手续，不知道今天回不回来。接着李峰等人便开始自我介绍，而晚饭也在聊天中结束了。突然大院外传来了喊声，几人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刘大爷和刘铁柱拖着东西过来了。李知青，你们和刘大爷一起安置家具，刘大哥就由我来招待。那就麻烦王知青和刘大哥了。在刘大爷的帮助下，李峰等人很快就放置好各种家具。等送走刘大爷后，刘铁柱提着一捆柴火来到李峰房门前。李知青，能跟你商量一件事吗？李峰看着刘铁柱局促的模样，心中不解自己能有什么可以帮到忙的。我今天拉的1车柴火，能先换点钱吗？我娘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我想明天去公社拿点药回来。没问题。李知青，我拉过来的柴火根本不值这么多，你给我3毛钱就行。我知道，但是你娘等着钱买药，这2块钱算作你为我准备柴火的定金，把钱收好，赶紧回去照顾你娘吧。刘铁柱看着手里的钱，对李峰鞠了一躬，就转身回家了。而李峰随即回屋烧炕，接着来到后院喊了声杨知青。李知青，有什么事吗？明天我们几个男知青准备去公社买一些东西，我过来问一下，你去不去？要去的，明天你们出发的时候记得叫我。那行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明天见。回到屋子里的李峰简单洗漱后，便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，直到第2天被一阵敲门声惊醒。李知青，今天有去公社的牛车，你要赶紧起床了，要不然你们得走去公社。我马上起，谢谢王知青的提醒。李峰起床后简单洗漱了一下，他刚出门就看到周涛和赵文已经准备出发了。后院的女知青通知了没？杨知青今天也要去公社。我们也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了吗？李峰见人齐后就挥手示意出发。一行人来到村口时，发现一对老夫妻正赶着牛车在树下停着。大爷，我们几人要去公社，这牛车人能坐得下吗？
你们是昨天来的知青吧？都坐吧，刚好满员。谢谢大爷。等大家都坐好以后，大爷就驾着牛车缓慢地前进了。你们是去公社买东西吗？这2个闺女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婶子，您去公社是去买东西还是换东西？你喊我刘婶就行，我是去供销社买点东西，马上就要下雪了，提前买点日常用品。那刘婶，等会您带我们一起去供销社呗，我们还不知道供销社在哪了。行，等会我领你们去。这次买东西一定要买齐了，要是下雪牛车就不能拉人了，你们再买东西就得不行了。谢谢刘婶的提醒，我们一定注意。李峰一行人坐着牛车到了供销社，因为他们6个人买的东西比较杂，所以决定分开行动。姐，我想买一口中号的铁锅，不知道要多少钱票？铁锅需要工业券3张和5块钱。麻烦姐了。李峰拿到铁锅后，便来到一个没人的胡同。他从空间拿出日常用品，然后将东西全部放进背篓。接着他和其余人汇合来到了牛车旁。大爷大婶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事，你们刚来，需要买的东西肯定比较多，用的时间长点也在情理之中。周知青、赵知青，你们没买铁锅吗？是这样的，知青院不是有2名知青要回城吗？王知青说他俩准备把一些带不走的东西都换给院里的知青，其中就有2口铁锅。虽然铁锅被用了几年，但是他不用票啊。确实能省则省。刘婶，我想在村里换一些过冬的蔬菜和干菜，您能帮我介绍一下吗？你要是相信我，就和我家换。今年我家的白菜、萝卜和干蘑菇都有不少，可以换一些给你。那可太好了。周涛等人见李峰要换菜，也跟着询问起了刘婶。村子里其他家也有不少菜可以换，到时等你们商量好后，我带你们去各个村民家里换菜。没过多久，牛车就回到村口。李峰一行人和刘婶告别后，回到了知青院。刘嫂子家的那口子就是咱们村的大队长。大家既然已经下乡了，短时间是不会离开了，那么咱们就要和村里的人搞好关系，这样不会被刻意针对。李知青说的不错，咱们就用这次换菜的契机，就和村里的一些村民搭上关系，以后要是有什么事，就不会没人给咱们发声了。那咱们量力而行，换多换少，只要心意到了就行。咱们虽说是去换菜，但也不能空手上门。我准备了半斤红糖，等会就说是咱们一起凑的，就由杨知青和周杰知青一起送给刘婶，当做刘婶给咱们换菜的谢礼。你也太会了吧！这人情世故被拿捏得死死的。这些人情世故，你们也要学一些，对你们有好处的。随后，众人出门来到了大队长院子。哎爷，你们都来了，赶紧进屋。李峰等人被刘婶带进了屋里，杨幂随即将准备的礼品拿了出来。刘婶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您可一定要收下。你们这群孩子这是干啥了？快收回去！你们下乡本就不容易，咋还这么大手大脚的？刘婶，您先听我说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上门，要是空着手就与理不合了。你和队长叔对我们是多有关照，我们则是把您当做长辈，这点东西是我们对长辈的一点心意，您可一定要收下，否则您就是不愿意拿我们当晚辈。翠萍啊，既然李知青都这样说了，你就收下吧，以后多照顾一下他们就行。你要是不收他们也不安心。村长大爷好。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，以后再来就不要代理了。下次我们一定空手上门。你们稍等我一下，我就跟你拿菜干出来。我家里有一些菜干、大白菜、干蘑菇，你们想换些啥？刘婶，您这菜干真不错，一看就是用心做的。这几袋菜干我们都要了，另外再换一些大白菜。行，白菜在地窖里，一会你们帮我递一下。刘婶带着李峰等人去了地窖，没过一会就搬出了20颗大白菜。我这里就只能换这么多了，等会再带你们去村里其他人家里换。行，您算一下多少钱？等会我们把菜搬回去以后，再和您去村里换菜。就按公社收购站的价格，给我2块钱就行。刘婶，您在家等一会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李峰一行人把菜背回了知青院，接下来的半天，刘婶就带着他们在村里换菜。咱们村在红旗公社，那可是有名的，多少大姑娘都想嫁到咱们村。咱们村前2年还办了学校，有不少老知青都在学校教书。不好，在学校教书可比下地要轻松多了。这新来的知青要是为这事闹起来，那我可就惹大麻烦了。刘婶，你不要有负担，能在学校教书肯定是通过了考核的，而且老知青普遍都来了有3年多，我们不会因为这个活轻松就去和他们争抢。不是我们村一碗水端不平，他们和你们一样，都是从城里来咱们乡下，一个个都是10几岁的娃，而且他们在学校也是尽心尽力，不能你们来了就要他们不去学校吧？等过2年学校扩大了，要招老师你们就都可以报名了。刘婶放心，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就和老知青发生矛盾的。刘婶带着李峰等人继续在村里换菜。从最后一家出来后，他看着新知青很是不好意思。对不住了，李知青，我带你们换菜的这几家人是村里条件是最差的，就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，没想到换了这么一大堆的东西。没事，刘婶，您不是要教我们腌酸菜吗？这酸菜腌好后隔几个月都不会坏，我还怕这些白菜不够我吃的了。今天实在是麻烦刘婶了，带我们跑了半天，耽误您不少活了。没事，我也该回家做饭了。要是那天你们要腌酸菜，就去找我。
和刘婶分别后，李峰一行人背着菜回了知青院，随后几人就换回来的菜堆在了仓房。你们先挑，按个人所需想拿多少就拿多少，剩下的就留给我就行。我们没有秤，这大白菜怎么算？数一下多少颗，然后按一颗多少钱来算。众人闻言都不好意思去挑大白菜，李峰见状便自己动手分了起来。他将大颗白菜都分给了其他人，自己则留下了较小的白菜。李峰将大颗的白菜都给了我们，一会我们每人都往他的袋子里多抓一把菜干吧。知道是你们在给我装菜，不知道还以为你们在偷我菜了。哼！李峰等人收拾好东西后离开了仓房。这时王明走过来喊住了李峰：“李知青，刚才我在回来的路上碰见了刘铁柱，他让我转告你们一声，今天有点事不能给你们送柴火。”好的，谢谢王知青了。你们今天回来的挺早啊。对，明天学校放假1天。对了，明天我们会去山上砍点柴，你们要去吗？去啊，我还从来没去过大山里，需要带些什么？我今天就准备好。带上砍柴刀，背篓，有绳子的话也带上。其他的都还好说，就是砍柴刀我没有呀。没关系，柴房里有回声知青留下的柴刀，你先拿去用，等他们回来后再跟他俩讲一下就行。两人商量好时间后，便回到了各自屋里。一直到第二天清晨，李峰刚出屋门，便看见王明走了过来。怎么样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正要去柴房里找砍柴刀呢。王明闻言便带着李峰走进了柴房，他很快就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柴刀，于是直接递给了李峰。现在东西都齐全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可就要出发了。没问题，我随时可以出发。两人来到大院门口时，李峰看到还有几位男知青在那里等待，于是他一一跟他们打了招呼。现在人都齐了，我们出发吧。李峰和几个男知青跟着王明朝山上走去，沿途王明给李峰讲解起各种注意事项。王知青，要是在山里打到野鸡野兔该怎么办？按照团结屯的规矩，像野鸡野兔这小型野兽，只要你能打到就归你所有。但是像野猪这样的大型野兽，你要是能狩猎到，必须交给村里统一分配。但是我建议你遇到野猪后，能跑就跑，不能跑就找一棵大树爬上去。我可是见过被野猪拱上过的人，那场面我至今难以忘怀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们一会去的地方很安全，不过也不能太深入，以防万一嘛。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跋涉，一行人到了目的地。王明叮嘱完李峰后，众人便分头去砍柴了。这个年代的山林比后世可要原始得多，不过每一处的景致都透露着迷人的色彩。我靠，碗口粗的枯树，我只砍了5下就砍倒了。果然喝过空间里的仙露后，这砍柴的力气活就是易如反掌。李峰随后又砍了30多棵大树，他将大部分都装入空间。突然身旁窜出一个身影，李峰刚抬头就听到了咚的声音。现实版的守株待兔，今天居然让我给碰上了，晚上我一定要把它做得好吃些。李峰一手提起野兔，将兔子绑好后便装到了背篓里，接着他用绳子把柴火捆成2担，然后就找了一块平坦的地方休息。李知青，你可以呀，居然砍了这么多柴火，但是这2朵柴火可不轻，你还是多分出来2朵，等会吃完饭再过来一趟。没事，刚才你们没来的时候，我就挑着试衣了一下，挑下山对我来说问题不大。李知青神力呀，你要个古代妥妥能当上大将军。嗨，我就是从小力气大一点而已，咱们赶紧下山吧。众人走了1个多小时后，终于回到了知青大院。我的妈呀，李知青的力气也太大了吧！这要让村里的婶子大娘们看见了，还不得拉回去做女婿？李知青看着也不是特别的壮实啊，怎么力气这么大？看来以后还是低调点吧。他还真是嘚瑟，在火车上的时候还对我说教，说什么在村里一定要低调，做什么事一定不要冒尖，别做多少自己就做多少。但是到他身上后，就啥也不顾了。你们倒是让李知青把柴火放回去，再找他聊天呀。挑着这么2大担柴火还是很累的。听到王明的话后，众人赶紧给李峰让开了道路，而他这才从众人的围观中解脱出来。李峰将柴火背进了柴房，杨幂这时也走了进来。你的柴堆在哪？谢谢你了，杨知青，要不是你指点我，还不知该放哪了。哼，你下午还去砍柴吗？我也想去山上看一看。去啊，没证也没啥事。那你去的时候记得喊上我。我又怎么惹他了？李峰放好柴火后，便把背篓里的野兔拿到前院。王知青，这是我刚才在山上捡到的兔子，等会晚上咱们所有知青好好聚一下。这不行，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我们一行人来知青院以后，受到大家不少帮助，刚好趁着这个机会，大家一起聚一聚。王知青就不用推辞了。王明这才接过野兔。那就这样说定了，麻烦王知青去通知一下其他知青。李峰说完便回屋开始做午饭。等吃过饭后，他到后院找到了杨幂。我现在要去上山，你跟着一块去吗？你不是说晚上所有知青要聚餐吗？我不得留下来帮忙呀。李峰有时候精明的异常，但有时候又傻乎乎的。那什么，我刚才忘跟你商量，就直接做主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等下次吧，你再上山记得喊我就行。杨幂说完就回到屋里，李峰则收拾好东西准备上山。李峰提着柴刀往山上走去。过了2个小时，他背着2捆柴火和提着野鸡鸡蛋开始下山。途中他看到了同样在砍柴的刘铁柱。李知青，你的力气也太大了吧，比咱们村的黄牛都厉害。没那么夸张，就是从小力气比较大。刘哥，这天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一个人在这可要注意安全。还没事，我这马上就完事了。要不你把柴火放我板车上吧，反正我要去给你们送柴火。那我就去山脚下等你。行，我把这堆木柴捆好以后就去找你。
当李峰来到山脚下的时候，就看见路上的板车已经装了不少的柴火。没过一会儿，刘铁柱也挑着2捆木柴来到了板车旁边。刘哥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来拉车，你看着一下后面，免得柴火掉下来了。说完，李峰就拉着板车往知青院快步走去。等回到院子里时，他见到了2名即将回城的知青。你们好，我今年刚来的知青李峰。你好，我叫齐鲁，他叫吴磊。今天回来就听说过你，谢谢你拿出兔子请大家吃饭。都是运气好而已，我先把这车柴火卸了，等会咱们再好好聊一聊。李知青，你倒是慢一点呀，我这空着手都没能追上你。李峰向2位老知青点了点头后，就去帮刘铁柱卸车。李峰卸完柴火后，想起背篓里还有一野鸡，于是便往仓房走去。等到门口的时候，他碰到了杨幂。杨知青，我在山上砍柴的时候又打到一只野鸡，你拿去和兔子一起炖了吧。那李知青，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，等饭做好以后再去喊你。那就辛苦你们了，我就先回房了。李峰随即回到了屋里，他从空间里拿出平板，躺在床上看起了动漫。李峰，饭做好啦。李峰赶忙收起平板，然后走出房门，和众人围坐在一起。今天是大家的第一次聚餐，首先要感谢李知青提供的野鸡和野兔，其次就是要祝贺齐知青和吴知青，希望他们俩回城后一切顺利，也不忘了咱们在一起的革命友谊。就在大家鼓掌时，吴磊突然离席，等他再回来时，手里提着一瓶白酒。这可是我准备孝敬我爸的酒，今天高兴能喝的一起喝。好，那就谢谢吴知青了。其实我真舍不得这里有太多回忆了。齐鲁闻言也跟着点头。众人吃过晚饭后，李峰独自待在院子里看星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同样也都有着各自的梦想与憧憬。今天多亏了你打的野味，这顿饭吃得特别香。不客气，以后有机会还会弄些新鲜食材回来的。第二天清晨，李峰送完齐鲁和吴磊上车后，他便跑去公社转了一圈。事后他来到国营饭店吃午饭。婶子，今天有啥好吃的吗？哎，李知青来了，你要吃点啥？4个肉包，1份红烧鱼块，再来1碗2米饭。说完，李峰递过去肉票和粮票。李知青，你手里还有全国粮票吗？我想找你用本地的粮票换1斤的全国粮票，换1斤2两的本地粮票，我不能让你吃亏。陈婶，我这里的全国粮票也不多了，只能给您换5斤，您看怎么样？太可以了，现在我就回家取票。陈婶随即就动身回家。李峰在柜台等了一会，厨师就将他点好的饭菜端了过来。哎，小伙子，我也想跟你换点票，就换3斤。这个我手上的票是真的不多，跟陈婶换完以后就剩不了多少了。小伙子，这全国粮票我是真的有大用。不瞒你说，我儿子年前结婚，就差缝纫机票了。我和别人换，但他的要求是用全国粮票换，我现在就差3斤的全国粮票了。行，您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要再不答应就显得不近人情了。太好了，我和你刘婶用同样的价格来换。我姓郑，是这里的大厨，以后你来饭店想吃什么，只管招呼我就行。李峰点头后便走到座位吃饭。这时陈婶也回到了饭店。等李峰吃完饭后，陈婶就带李峰来到饭店的后门。这时郑师傅也在后门等他，3人很快就把票换好了。要是其他人有全国粮票要换，可以直接来找我俩。行，这一事不烦二主。要是其他知青要换，我就介绍他们来找你们，但是得和我一个价才行。那是肯定的。李峰和2人告别后，随即往牛车停靠的地方走去。当他快要走到大路上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小孩的哭闹声。小兔崽子再哭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我可不是你爹，不会惯着你。我靠，这是又遇到人贩子了。李峰随即悄悄靠近这所旧院子，他偷偷看向院子里面，只见中年男子正往一个小男孩嘴里灌水，而小男孩很快就昏睡了过去。这时在院子的角落边，一位精瘦的男子从地窖里爬了上来。我说马老二，你就不能小点动静？我在地窖都听得见小崽子的哭声，要是把警安的人招来，咱俩都别活。猴子，你也太小题大做了。咱们这院子附近平常连个鬼都没有，而且这个院子是个凶宅，更加不会有人会过来。刘姐可是说了的，万事要小心。要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，刘姐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你难道忘了肥3的下场？马老二闻言不再说话，他把手上的孩子递给了猴子，猴子则把男孩往肩头一甩，然后就爬下了地窖。李峰回村的路上，在一所破院子里遇到了一伙人贩子，他躲在院外隐蔽处。这时一个女人走进了院子里。猴子了。刘姐，猴子和武之阳在地窖里，需要我去。还没等马老二说完，刘姐一个巴掌扇了过去。你们2个蠢货，我都告诉过你们，在拐孩子的时候，千万别拐当官家里的孩子。你们2个怎么就不长眼？今天下午居然把公社书记家的孩子拐了，现在警安到处在找这个孩子，你们让我该怎么办？刘姐冤枉啊！我根本就没往什么书记家附近去，我是在供销社的巷子里看见一个没有大人看管的孩子，就把他给拐了回来，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书记家的孩子。要不然您再借个单给我，我也不敢动官家的孩子。因为你们2个蠢货的原因，这个地方不能待了。趁着警安还没找到这个地方，一会收拾一下，咱们得离开红旗公社了。好的，刘姐，我去喊猴子上来。猴子这个王八蛋一直躲在地窖，肯定是听到我挨骂，所以才不敢出来，真不讲义气。马老二正要去地窖，就见猴子自己爬了上来。你也听到了，赶紧收拾吧。
李峰看到三人走进了屋子，顿时焦急了起来。人贩子这是准备要跑路了，万一带上那些孩子销声匿迹，可就完了。李峰见人贩子要跑路，立马从空间里取出了手弩。要是他们为了逃跑而伤害到孩子，那我只能硬拼一下了。没过多久，3个人贩子背着包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刘姐，我们带不带纸羊走？你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吗？我们是跑路，带着羊在身边，不就是带个累赘吗？那刘姐这几只羊咱们怎么办？让他们留在这里自生自灭？把今天下午拐回来的那只羊带上，说不定能救咱们一命。至于其他的羊，就留在地窖里，是死是活就靠他们自己的造化了。猴子闻言就放下背包，去地窖把那名男孩抱了上来。刘姐，等会我们怎么走？汽车暂时不能去了，咱们去公路上拦过往的货车，只要出了红旗公社，咱们就不用怕了。一会我和老二抱着孩子先走，过10分钟你再出发，咱们在省道上集合。看来他们是要分开跑路，这次不抓住他们，他们以后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家庭。但他们有3个人，还是等刘姐他俩离开后，先对付留下来的猴子。我之前就已经靠仙路提升过体质，对付猴子应该问题不大。李峰看着刘姐抱着孩子和马老二出门后，他把手弩收进空间，顺手拿出一根1米长的粗木棍，然后绕到院子的后门，小心地翻过围墙，随即就来到了院子里面。李峰轻手轻脚地往前院走去，他发现猴子正坐在前院的石凳上，于是紧握手中的木棍，飞快地朝猴子跑去，接着使劲砸在了对方的脑袋上。只见猴子2眼一翻倒在了地上。只要把他捆起来，孩子们待在这里就没太大的危险。当务之急还是要去追刘姐和马老二。李峰将猴子捆结实后，迅速朝着刘姐离去的方向追去。很快他便看到了2人正在路边拦车。大姐、大姐夫，你们可不能走啊！娘还生着病了，你们要是走了，谁来照顾她？你是谁呀？我们可不认识你，你找错人了吧？好呀，你们这2个白眼狼居然说不认识我，那我就让你看清楚我是谁。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知道爷爷是干什么的吗？赶紧给我滚，否则我让你好看。我当然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，该天打雷劈的人贩子嘛。刘姐闻言大惊失色，马老二则从包里掏出了刀子。小子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，下辈子别多管闲事。马老二说完就挥刀朝李峰砍来，只见李峰躲开后一拳击中了他的面门。刘姐见状想趁机抱着孩子逃走，却被李峰直接拦了上来。把孩子放下，跟我去警安所自首，别想着逃跑。我来的时候已经通知警安，他们一会就到。李峰打昏马老二后，拦住了想要抱孩子逃跑的刘姐。小兄弟，我可以把孩子还给你，还可以给你一大笔钱，只求你放我走行吗？这位刘姐可是一位心狠手辣的主，怎么可能就这么求饶？我也不妨演个戏，看看她到底想怎样。小兄弟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个孩子是公社书记家里的独子，要是你把他带回去交给书记，你肯定会得到书记的感谢，说不定还会给你找一个工作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绝对是真的，现在公社到处在找这个孩子。行，只要你不伤害这个孩子，还给我2000块钱，我就放你走。只要让我离开，这2件事我都可以答应。刘姐随即将孩子轻轻放到了地上。你现在可以后退了，我要先检查一下孩子有没有受到伤害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再留下钱以后就可以走了。刘姐闻言慢慢向后退步，就在李峰蹲下身子查看孩子的时候，刘姐又悄悄往李峰身前靠拢。小鬼，你还是嫩了点。就在李峰即将抱起孩子的时候，刘姐从背包掏出匕首朝李峰扑来，而李峰在轻松躲开后，一脚将刘姐踢飞。现在2人都被我打昏了，接下来把他们捆结实，一起送到公社去吧。李峰将刘姐2人捆了起来，接着用旁边小树做了个爬犁，他将2人固定在上面后，就抱着孩子拉着人贩子往公社方向走去。此时在知青院的众人见李峰到天黑都没有回来，很是紧张。王知青，要不去大队长家说一声吧？这天都黑了，李知青还没回来，我怕他会出什么意外。那行，我去和大队长说一声，你们就在知青院等着，万一李知青回来，你们就派人去大队部通知一下。王明说完就离开了院子，杨幂一双眼睛死死盯着院门，心里默默为李峰祈祷着。而李峰此时在前往公社的路上碰到了巡逻的民兵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这么晚拖着2人干什么去？大叔别误会，这2人是人贩子，是被我打昏的，正准备去警安所报警。他们还有一位同伙被我制服后关在一所院子里，能麻烦您帮我带他们去警安所吗？民兵看到人贩子后顿时紧张起来，随后带着李峰来到了警安所。此时警安所所长办公室内，该死的人贩子，不要让我抓到，否则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。所长，人贩子被抓住了，孩子也找到了。什么？人贩子被抓住了？对，是被1名知青发现和制服的，他还知道人贩子的老窝在哪。好，走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警安所前院，李峰正在和所长交代情况。所长，人贩子的老窝还有4名孩子和1个人贩子，要不先去把孩子抱回来，我怕出什么意外。好，通知所有警安，先去人贩子的窝点，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安全。李知青是吧？我是警安所所长魏建党，接下来就要麻烦你给我们带一下路。没问题。在李峰的带领下，一群人很快来到了人贩子的窝点。此时被打晕的猴子已经清醒，他看见一群警安冲进了院内，就彻底死心了。李知青，孩子被关在哪儿？就在地窖里面，一共有4名孩子。经过几人的帮忙，4名孩子从地窖里被抱了上来。
快把这几个孩子送卫生所。李知青真的是太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抓获了这3个人贩子，还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会被他们拐卖。您不用客气，我也只是碰巧遇上了。你的想法和做法不错，但是以后遇到这种事，一定要先和我们告知一声，万一他们手上有枪了，你不仅救不了人，还会把自己搭上。好的，但是今天的这事确实是比较赶巧，我发现他们的时候，这几人就准备逃跑了，实在是来不及通知你们。李知青，你等会儿还要和我们去一趟警安所，把事情的整个经过做个记录。好，我一定配合你们的工作。